俄罗斯再谈动用核武器的条件，大国的核门槛会不会低到失控的程度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近日呢，俄罗斯那位梅德韦杰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4种特殊情况之下，俄罗斯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。第一种就是俄罗斯遭遇核打击了，这个不用说，俄罗斯会报复对手，还会报复对手的盟友。第二呢，俄罗斯的盟国被核打击了，那么俄罗斯要帮着盟友进行报复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如果有人对俄罗斯核力量的关键设施进行了打击，破坏了俄罗斯的核反击能力，哪怕是用常规武器打的，也被视为是核战争开始了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其他威胁到俄罗斯国家生存的行为。那么这个第4种的涵盖范围就可能很随意了。梅德韦杰夫随后还安慰记者一下，说这些个情况目前都没有发生，俄乌战争这点事儿还暂时犯不上使用核武器。言语呢是很平和，但是锋芒是很锐利的。俄罗斯谈这个问题就已经说明存在了对核战变成现实的一种担忧。梅德韦杰夫虽然是安抚这种担忧，但他的意思也很明显，让欧洲、美国心里有根弦儿。现在呢，互相要留点余地，但是你们别让俄罗斯遭遇严重失败，否则俄罗斯要是急眼了，是会玩命的。而且现在明确表示，不到那个程度，也是想说一下，俄罗斯当前不用核武器，用常规军力也足够应付。这次呢，俄乌战场上，俄罗斯常规军力的表现，无论是装备水平，还有指挥体系，都展现出了跟时代的明显差距。前几天呢，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打击了克利夫洛市的水库大坝，造成了下游因古列斯河水位上涨，克利夫洛市60万人面临疏散。其实呢，克利夫洛市并不是有战略价值的打击目标，俄军此次打击行动的目标是战术性的，是为了通过制造一次洪水，阻断一下乌军渡河行动。虽然军事上呢是发挥一定作用了，但是多少给人感觉是不是俄军不用这种办法有点拦不住了，所以俄军学了一次蒋介石的花园口。所以现在有人感觉俄罗斯的常规力量是越来越不给力，所以就有人猜测俄罗斯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低核门槛，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，也要震慑住乌克兰。毕竟俄罗斯这个军事强国的面子，普京必须保住，否则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柱会快速的倒掉。那么在当前情况下，上个月美国和英国也曾经向俄罗斯发出警告，说如果未来全球发生了核危机，北约成员国会进行集体行动的。不过我觉得双方都是经历过冷战核疯狂年代的，都有一整套理论和控制机制。虽然双方说话的调门都很高，但是俄乌冲突引发核战争的概率其实是不高的。因为现在跟2战末期不一样嘛，那个时候美国赏给日本2次原子弹初体验，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美国拥有核武器，根本不用担心核报复，所以炸完日本之后只有全球立威和减少伤亡的好处。而现在玩核战争就只有同归于尽一个结果，形成恐怖平衡之后，谁都没有单方面开挂的自由。这就出现了战争历史上一个独特现象，不能把对方往死里打，甚至还要考虑让对方吃亏之后面子上还给人留足。比如说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，美军舰艇阻拦苏联运输装备的货船，一边阻拦一边外交礼仪还要做到位。而美国逼着俄罗斯把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撤回去，美国自己还要从土耳其把导弹撤出去，让苏联领导人有台阶可下。苏联呢，则是故意在强硬口吻中加入一个信息，让美国安心，暗示美国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还没有完成安装，美国不用着急开火。而这次俄乌问题上，美国也不敢真的把俄罗斯逼到死胡同里，所以呢，就要给乌克兰画出红线，不能拿美国提供的武器去打俄罗斯本土。比如说，乌克兰现在追着美国屁股后边，要求提供射程300公里级别的陆军战术导弹，让海马斯扩大打击范围。拜登现在还真的不敢提供。所以，不管美国如何支持乌克兰去对抗俄罗斯，必然会在空间和力度上有所限制，而且避免核战争只拼常规军力，反而会让俄罗斯更难受。这是不用猛火，用文火。而这样不仅俄罗斯难受，最吃苦头的其实还是欧洲和乌克兰。夹在美俄之间，战争拖得越久，他们的损耗就越严重。所以，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想拥有核武器？因为他们也想成为不能被彻底得罪的力量，也不想当大国之间的花花草草。